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文明六不可能系列啊。这个秦始皇全奇观，我们继续啊。其实，在经历了上一个时代之后啊，我们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现在所剩的奇观数量就不是很多了啊。再加上我们已经把最紧迫的几个奇观捏在了手里啊。此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奇观大功正在这个进度上哈。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奇观大功秒出来啊。再加上这个奇观大功的帮助啊，在之后一个时段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奇观其实都不太可能丢了啊。所以小米考虑呢，这一期视频我就不再分成时代来录了，我就不会分成两批啊，从136题开始一直到尾盘结束啊，我都会考虑是在这一期视频里给大家完成。但由于后边的内容呢，由于这个就没有惊险刺激的抢奇观的过程了哈，可能就稍微会有一些平淡啊，所以我就考虑在后面的时间里啊，加速把这个该说的东西就说完啊就好了。然后这里抢这个这叫什么呀？市政广场是不会让它的西郊运动所停下来的啊，它跟我们其他的奇观好像不太一样。跟这个其他依托这个区域的奇观好像不太一样。你看这个西运动所它并没有进度没有停下来啊，之后我们还是得考虑站在这个格子上才行啊。除了这一个以外呢，基本上就剩下一个这个布达拉宫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人抢的人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进度比较领先啊，其他的奇观就都在我们的囊中了啊，大家在囊中，只要规划上不要出现大问题哈，就问题不大了。这个紫禁城我们砍一圈就出来了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还有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一盘我打算走什么胜利啊？这一盘我还是打算走文化胜利，虽然有一个这个澳大利亚被插出去了哈，大家要知道啊，你这个如果你想用文化胜利的话，你一定要跟大家处好关系啊，你跟大家的关系越好啊，你这个最好都是最起码是黄脸啊，就不要有红脸或者是交战的这种国家啊。然后所剩的 AI 数量越多哈，就不要插出去，把别人插出去，你插出去别人，你文化胜利的会越慢啊。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旅游业绩的输出是同时向7个文明去输出的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以现在为例，我们现在每回合118的旅游业绩啊，我们是初始是8个文明，也就是说我们每输出1600的旅游业绩，也就是9T 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就会涨，理论上是涨7个国际游客，因为其他的 AI 一共有7个，那现在只剩下6个了，所以就每回合就只涨6个，所以就会赢得会比较慢啊，这点是要注意的啊。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也会着重开始往这个旅游业绩上发力了啊，因为否则的话会胜得比较慢。但其实到最后，因为有几个奇观的这个解锁条件太靠后了啊，我们其实科技上需要解锁的奇观已经几乎没什么了，就剩一个埃菲尔铁塔。一个巴拿马运河，一个大本钟啊，就基本上科技线上就还有金门大桥，在这个现代啊，就基本上把所有科技线上的这个奇观就都解锁完了。从原子能时代开始呢，科技线上是没有任何的奇观的所以到后期的奇观呢，主要是在我们的文化线上在原子能时代呢，我们还有几个奇观，比如说企鹅站，比如说这个体育场，还有这个悉尼歌剧院啊，这几个都是需要大量的文化我们才能解锁的，所以后期主要是往文化上发力，以及主要是往这个旅游业绩上发力啊。至于我会不会在奇观还没有锤完的前提下就文化胜利了，是有小概率会的哈，但是我尽量的去控制一下啊。然后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也会继续打，因为胜利了以后也可以继续下一回合的我们直到把所有的奇观都敲完，我争取呢就是控制在一个刚好奇观敲完啊，文化胜利也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哈，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这边我就还是想再去找一找这些能探图的单位，再出去探一探图啊。主要探图的目的呢，现在就不是去捡这个蘑菇了啊，因为我们的科技线上是不会发射卫星的，所以这个地图上的阴影很多地方都探不开啊。我们现在这个狗死定了啊！这狗逃不掉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去找这个自然奇观啊，因为后面去出摇滚乐队的时候，要想文化胜利啊，我们除了靠这个改良，靠这个长城我们能修建长城的地方不太多就这边能修建一个比较长的其他的地方能修建长城的地方不是很多因为地形的原因以及树改良的原因长城要修的越长，它的加成越高这一片能修一个比较长的。
然后这里由于中间有奢侈有绿洲啊，这边是连不上的哈，这里没有办法。沙漠上好像不能修长城，我也不太确定啊，我要再确定一下啊。所以光靠改良还是太慢了啊，所以还是要用摇滚啊，摇滚还是主力啊，所以我们之后呢就是攒这个信仰去出这个摇滚。然后此外有小伙伴已经提醒我了，关于这个宗教的这个使徒这里啊，我其实现在可以出2个使徒，一个使徒用来这个审判啊，可以出审判官啊。审判官用来防御是比较厉害的哈，就是防止自己被洗教是比较厉害的，去打国外的使徒啊。然后呢，此外呢，我还可以再出一个使徒呢，先去把这个第3个信条给开了啊。第3个信条我们可以拿一手这个神圣采购啊，在我们之后买这个使徒什么的就会便宜一些啊。我还是要争取把我的这个所有的城市都洗成我们的教，毕竟每一个奇观加4点信仰值，后期的信仰值缺口还是有一些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啊。那总结完这一盘的思路以及这个后续的打法，我们就开始下一回合。但乌伊罗波奇非常生气，作为牺牲，穿过了4个房间，现身于太阳神。天空中的太阳消失了，或再次出现了。修伊神庙原名大神庙，是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提特兰今墨西哥城的主要庙宇。大神庙呢，供奉战神维奇洛波奇特利和女神特拉洛克，分别供奉在金字塔顶端的2个神庙当中。这座神庙呢，最早建于1325年，此后重建了6次，1521年呢被西班牙人拆毁，后在这片区域呢新建了一座主教座堂。文明6当中呢，这个关于修伊神庙的这段话描写的就是阿兹特克的战神维奇洛波奇特利啊，也是太阳神，其象征是蜂鸟。那这里提到的维奇洛波奇特利啊，就不得不提到他的虔诚信徒墨西加人啊。墨西加人呢，无疑是阿兹特克人的前身，在他们的创世传说中呢，他们声称自己源于一个名为阿兹特兰或者也叫白鹿之地的4面环海的小岛。而阿兹特克的这个国家的名称也由此而得来啊。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呢，他们受到太阳神维奇洛波奇特利的召唤，要求他们这个背井离乡去开始一段新的美好的生活。于是虔诚的阿兹特克人呢，便开始长达几个世纪的迁移。那在这个太阳神的指示下呢，4位祭司抬着他的神像，领着这个墨西加人划小船离开了阿兹特兰向外迁徙。据记载呢，他们在一把10刀之年也就是约公元1116年离开了这个故乡。当他们来到现今的这个墨西哥城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只叼着蛇的老鹰停在仙人掌上，这表示神告诉他们这里应该是建造城市的地方，于是便在此定居了下来然后根据神的旨意呢，他们征服了周围的所有部落，后来形成了阿兹特克帝国。被抢了个商路很不高兴我们给首都要不再补一条商路要注意一下，我们只剩下最后这1个时代可以用来加这个用信仰买这些单位了到下一个时代开始呢，就不能这么干了。然后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发力去走这个旅游业绩所以商路现在优先还是先拉内商先加锤给这边做这个西郊印度所你看这西郊印度所还在锤我们站上去这里我们就防守好了。其实这单位都是城邦的，死了也不心疼。然后之后马上要出大本钟了，我们要开始攒一波钱钱帮能控我们就控一下，反正使者够钱帮能控我们控一下，攒一波钱。这里之后其实主要洗我们教的是这个阿拉伯阿拉伯会在我们这边这几个城的宗教不好保因为阿拉伯会出大量的宗教单位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盘没考虑走这个
这叫什么呀？那个宗教胜利的原因啊。其实讲道理，少了一个 AI 的话，走宗教胜利也是一种选择啊。但是我没这么干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盘里这个 AI 出这个宗教单位的倾向非常的高啊，打起来会非常的累，非常的吃力啊。我就想着就算了，我们还是走正常的普通的这种文化胜利就好了。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先这个传道信仰，先解锁我们的第3教条啊。第3教条呢，其实能拿的不是很多呀，好用的大家都拿走了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宗教建筑，我们都不会出的，没有啥用啊。宗教传播距离加30%，就是让你的这个宗教压力的影响范围增加。我们其实只要保住自己的圣教就可以了，我们倒不是想外传啊。这个都没啥大用啊。神圣水域这些都不太好，我们就要神圣采购就可以了，最直接啊。之后我们再买这个使徒什么的就会便宜啊。然后这个使徒呢，我们发起这个宗教审讯啊。发起宗教审讯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城市里就能解锁一个新的单位，叫做审判官啊。这个审判官是清除我们自己领土上的异教，是非常的给力的啊。我们再出一个上师，一个审判官啊。这边能不能出单位？这边还没修好，出不了。那先这样吧。我会争取打得快一点，因为我自己试玩了一下，到后面最终尾盘结束可能要接近200T 的时间啊，太慢了。200T，我这期视频得录得太久啊，所以我后面争取打得快一点，少说话啊，多操作。看一下啊，牛大应该是没问题的，1回合啊。然后西郊我们踩上了，应该问题也不大。西秦肯定是我们的，然后就是达拉宫啊。我这边买了一些这个啥，现在信仰不够了，我们再攒一波信仰去把这个奇观大弓秒出来。这奇观大弓就用也可以，捏着也可以，因为不急嘛，就是紧急的时候让它去加速一下。阿尔汉这里可以稍微用一下啊，桑克雷可能得。把这个阿尔汉这儿用一下，然后桑克雷就可以更稳一些啊。我看看老马现在在哪儿啊？老马在这边在抢这个紫禁城，那就先这样啊。这信仰还是得悠着点，主要是要秒奇观大弓。武僧这个单位啊，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能稍微的发力哈，之后就没啥用了，因为武僧他不能升级啊，他没有升级路线啊，他就永远是这样，顶天的组个军队啊。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是关于这个巴拿马运河啊，这巴拿马运河其实，描述的跟这个金门大桥有点像哈，挺让人费解的啊。但是我之前没有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标签定上去没有叹号哈，我就以为我这个定的还可以啊，但实际上不是。能造巴拿马运河的地方挺特殊的啊，它要求是它必须建在平坦的单元格上，其次它还有一个要求啊，就是2个单元格啊，它相邻的2个单元格就是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它相邻的2个单元格都可以修建运河，或者一个单元格可以修建运河，另一个单元格是城市或者是水域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而运河这个东西又不是随随便便都能修的啊，运河是站在这个是连接2块水域单元格或者是1块水域和市中心的，所以能修建巴拿马的地方并不多啊。我这张图里呢，之前我放在这里不对啊，首都是这里。这个格子是可以修建的，你看它连接城市和水域啊，所以这个位置能修建运河啊，所以它能修建这个巴拿马运河，有挺特别的一个描述和这个奇观啊，跟金门大桥有点像啊，还是要注意一下，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就莫名其妙就那啥了，就造不出来了。这单位我们尽量还是不要调兵啊，因为后面还是有用的，因为防蛮子也好还是啥的都有用啊。
这个图，这个地方，这地方肯定得烧一下器官大宫，没有啥别的办法。我们再给这个城提一些锤子。哎，没死，没死我就溜了啊！没死我就溜了。一会儿拿这个大商去烧一个皮草出来啊！我们后期其实宜居度挺缺的，我们前期一直都是属于一个宜居度爆炸的状态啊。但是后面人口涨上来了以后，这个宜居度已经很缺了，还是要再想办法补一补。由于我们没有拿到第一个正体这古典共和的那张传承卡，所以后边的宜居有点欠啊。就咱不求加成，咱也别减啊。他这骑士死了，我们去抢一抢学院啊，加速一下我们的科技。牛津大学的聪明人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但他们都没有蟾蜍先生一半聪明。牛津大学位于英格兰东南区域牛津郡牛津市，是一所世界闻名的公立研究型书院联邦制大学。它是英语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世上现存的第2古老的持续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啊。那最古老的呢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啊，没想到吧？那牛津大学的出名啊，以及它著名的这些伟人，我们就不过多介绍了，大家也都知道啊，什么72位诺贝尔奖得主啊，什么6位图灵奖获得者呀，什么28位英国首相都是牛津大学的校友啊。那我们比较好奇的是，文明6里这个关于牛津大学描述，这里有一句话是写的是，蟾蜍先生比牛津大学里的这些学者要更聪明啊。那蟾蜍先生到底是谁啊？他实际上呢是这个文中的这个作者啊，他自己写的一本童话书啊。这本童话书呢叫做《柳林风声》啊，里边描述的是4个小动物的故事啊，其中就有一个蟾蜍先生啊，这里指的是这本童话故事。烧了个飞行，烧了个膛线啊，一般般吧。经济学这门学故上必，我只懂友谊或焦土策略，我看一下没有什么要改的。要不要买地啊？我想一想，买地这个地方可能要买一手。扫荡不能减，国家认同也还行啊。这里公共工程我可能考虑下了，因为要攒一波信仰，刚好要秒大工嘛，就先不买工人了，我们先把买地卡放上去，把征收放上去。然后钱还是缺的啊，这一段时间就攒钱，为了这个大本钟做准备啊。这个鲁尔出来了之后就可以大本钟了，一会儿老马砍完紫禁城再去砍这个鲁尔，然后就是大本钟。有人让我放弃这个海军统帅啊，说就上一期的视频的这个弹幕都给我看乐了啊，说什么这海军统帅你拿去探路多好呀，删他干什么啊？你的海军统帅能上地？能上岸吗？他顶天了能走到这个市中心这一格，他也上不了岸啊，他出不去的，他只能在这个湖里游，他没有任何的用处啊，这个东西。然后之所以为什么不放弃他而招募他，我上一期视频里说了啊，因为塔纳纳利夫我的文明每获得一个伟人，文化值加2%，当然上限是30%，也就是说15个伟人之后就不加了啊。但是我现在应该还没到啊，你看现在才加10%啊，这个加16.1是来自招募的伟人啊，所以还没到，所以这伟人肯定还是要招的啊，招是要招的，但是你说这个下一回合他才会刷新啊。但你说它有啥用啊？它真是没啥用啊。有没有有用的这个这叫什么呀？大海军统帅哈？有没有？有一个海军统帅可以给你个装甲舰啊，而装甲舰是这个这边有一个鼓舞钢铁的鼓舞啊，装甲舰是其中的一个条件之一啊。当然那个这个海军统帅基本上都会比这个科技来的晚啊，所以一般来说用不上。还有一个海军统帅是可以给港口建筑的，那个海军统帅也有用。其他海军统帅基本上对我们不打海战就是废物啊，啥用也没有啊，啥用也没有。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先奔着哪儿走啊？我看一下啊，文化线上基督像其实没啥人抢，啊。我们其实可以先走上线，先把这个自然学家出了也可以。
考古博物馆，考古博物馆我得买一手啊。看一下西安，现在有点缺钱啊。我再看看这儿呢，这儿也没有。先在西安买吧啊，之后再攒一点买考古博物馆。大金巴我们给它补完啊。然后这里开一下丘陵。首都继续给它提产能。内伤它结束的也会比较快一些啊。这种已经产能提不上去的呢，就可以考虑开始拉外伤了啊。拉外伤我们优先拉这个离得稍微有点远的，从这个广州拉往这边拉，之后要跟每一个国外的单位都通商路的啊。我们来看看审判官啊，别看他这儿写的是75的宗教力啊，但是你看他在打这个使徒的时候啊，他是加的啊，他加了35，在我们自己的领土里他加35啊。当然现在还是打不过敌人啊，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 AI 的难度比较高啊，它还有这个难度加成。我看看我能不能宗教单位有没有夹击啊？宗教单位有夹击吗？有啊，这就117了啊，这就势均力敌了。我们来给个夹击好了，给它喷掉啊。然后站在这个山后面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哎呦，还行吧，还行啊。这里匈牙利议会大厦两个社区其实是可做的啊，我看一下，两个社区其实是可做的。社区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啊，社区可以在沈阳造一个，也可以在这个陇西造一个哈。这个社区主要是为了后面造这个生物圈用。但这个社区可以放在这个位置哈，不用占一个这个什么的位置，占一个沿河的位置，沿河的奇观数量比较多啊，之后方便我们应变。这里这个已经不用它造了。高德吴哥窟应该是跑不掉的，圣主座教堂也跑不掉，莫斯科大剧院啊，这个城的奇观压力还是挺大的啊。我们能帮这个城提一提锤子就提一提啊，这个城的奇观压力比较大。我们先回一点血。在这。我们还差一个移民啊，最后一个移民是要坐在这儿的啊。这个移民我考虑等老马过到这边来的时候，我再买一个。下一回合齐秦好了。西诺索看一眼啊，他不造了，踩上他就造不了了，可以。这个军械库慢慢锤就可以了啊，他也不急。下回合。工人现在的工人次数还是有一点紧的啊，我们要优先去砍树的。我看一下这边几个工人，这边4个工人，讲道理砍树是够了。这个一会儿也过来砍树啊，4个工人这边砍树够了，这2个城砍完啊，这个城也要稍微的砍一砍，然后是这个城、这个城、这个城，这些都是后期城啊，都要砍的。至于这个阿尔汉应该问题不大啊，不打算砍了。这个工人一是可以再改良一下地块啊，帮我们自己的城再提一手这个生产力，或者再开一些奢侈啊。2就可以在这边开始修长城了啊，这长城可以从这儿，长城可以修建在4环5环啊，但是修建在4环和5环的长城上不了人口，所以你如果是贪图长城的，不是贪图啊，这个渴求长城的这个文化值或者是金币的带来的这个加成，你要把它放到3环以内啊。但是3环以内一般来说都东西比较多啊，要不就是奇观什么建筑什么的，很难就把长城拉得很长啊。那所以如果追求长城的长度呢，你就把它放在这个4环，即便上不了人口，但是它的旅游业绩是加的啊，它是可以累积旅游业绩的，这个没有影响。
once you can get done. Huh. 大竞技场也让人印象深刻，我很想看他们在这里进行比赛。虽然结局听起来很暴力，我认为作为观众还是会安全些。奇琴伊察是著名的古玛雅城市遗址，它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州南部，是由托尔特克人和玛雅人建造的一座非凡的石头城。它的南北长3公里，东西宽2公里，内有建筑数百座。那奇琴的意思呢，其实是井口的意思，天然的井为奇琴伊察的建筑提供了一个基础啊。由于在当地呢，这个地面的河流是非常稀少的，因此，在这种井口修建的城市呢，就会成为天然的吸引人们聚居的一个地方啊。那其中呢，这个原本在这个奇琴伊察中3个终年提供充足水源的这个溶井啊，现在还有2个仍然存在啊。其中一个呢，就是非常出名的这个献祭之井。传说呢，这个当地的这个人啊，玛雅人会祭祀他们的雨神恰克。那当他们祭祀的时候呢，就会将玉器啊、这个陶瓷啊等一些物品投在这个献祭之井当中啊，以求当年的这个风调雨顺啊。那奇琴伊察遗址内呢，还有7个中美洲的这个蹴球的球场。这个球场就比较有传奇色彩了。我们在文明6当中的这段话描写的，其实也是这个奇琴伊察当中球赛的一个场景。那据说呢，在奇琴伊察当中，这个球赛是一种宗教的仪式，在开场前呢，祭司会先算上一卦啊。卦面如果显示甲队赢啊，当年就会风调雨顺啊。那如果比赛按照这个进行，当然就很好啊。但是2队的队长是不知道这个卦面的结果的啊，但是2队就会拼个你死我活。那此时如果乙队赢了啊，那甲队的队长就必须献上自己的人头，因为他要平息神的怒气哈，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那乙队的队长虽然能得到一个无上的荣耀，但是他最终也会被献祭给神灵啊。所以甲2队队长都要死啊，是非常一个惨烈与这个凶残的一个比赛形式。好的，有了奇琴之后，这个城的产能就比较爆炸了啊。然后这个城可以再负担一个奇观的任务。太极陵其实是可以的啊。太极陵就是不要让这种高生产力的城闲着啊，这个城还可以。把这几个给它改造一下啊，这个城还是很不错的。太极陵沿河就可以啊，这个太极陵就是给外交分啊。不是提供时代分啊，提供2点以上的历史时刻提供的时代分+1啊，这个之后不用担心这个黄金的问题啊，全奇观永远不用担心黄金的问题，只要你奇观不丢啊，造吧，造吧。这个埃菲尔未必会放在这儿啊，先造太极陵吧。然后我们把这几个雨林再给它改造一下啊。这个传教士把这个城去洗回来啊，这个城，这里还留了一个这个玩意，有点难受。我们不理他们啊，我们抢，我们需求那啥。工程师我没出啊，军事学走一会儿吧。军事工程师我看一眼要多少钱啊？军营我是在这儿出的啊。军事工程师不能买吗？我只能锤啊，那不要了啊，那不要了，我们弹道学强冲了，那就不要了。虎尊炮我都不想造啊。这个城我觉得还可以让它分担一下这个贝尔塔的位置啊，贝伦塔的位置。这个金门大桥除了放在这儿以外，这里也可以放啊。我跟大家这个稍微的那啥一下啊，这里也可以放啊，这里也可以放。所以这2个格子都可以。那担心这个金门大桥有意外呢，我们就再买一块地啊，把贝伦塔放在这边啊。这种城就别让它闲着啊，这种没有什么人抢的奇观，就让这些小城慢慢锤着，有空老马就过来砍一手就得了。你上哪儿去啊？你别走呀！完了，夹击不了了啊！这有个丘陵，我们一会儿去哪一口？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工业区的事儿啊，我们一会儿等这个默克夏到了以后我们再说啊。这城有点缺住房，这儿可以来一个这个啥，来一个大4，或者来个阿卡萨也可以。我要阿卡萨吧，来个阿卡萨地堡。阿卡萨地堡就是不加住房。喂，我还踩不着你，踩着了，但是拿不下。这里要注意啊，这个军营和这里不要往这个位置进啊，往这个位置进死的会很快。这个还有一个地方真讨厌，这些没事来洗我觉的人是真的烦。这里别往里进了啊，往里进会死的，往里进会死的。这里顶着他的这个4段帆船踩着就行了，然后我们再继续抢，省一点瓶子是一点。一会儿看这个商路出来，我们能不能给它截了？刚才损失了一个商路啊。我们都先提一手锤子啊，都改良一手。哦，这里好了，来了。我们看一下地格啊，这几块地都是我们这个城的，没问题。看一下卡，哟，这卡没生效啊。买地卡是不是可以下了？我看一下，买地卡可以下了啊。我们换成，刚才又买了一个没加上工人次数的工人，换成这个。那职业军队，换一个职业军队吧。我扫荡这张卡没有了，扫荡，这里换这个全面战争。刚才这个抢亏了呀，我们就砍啊，这个城基本是要砍秃的，差不多了啊，剩下的10几T 自己锤应该是可以的。哎呦，再砍一次吧。这城自己的锤子很低啊，这个城很平，主要是树多。这个沿河伐木场可以稍微留一留，先砍旁边的。这个地方有个丘陵，这边我们先往远的地方拉商路啊，往这儿拉其实也行，这条路上好像还挺平安的啊，往这儿拉。开始往后边的部署一下啊，这里我们回一下血，太危险了，血量有点太低，8T，看看这个4T，就这2个有点稍微危险一点啊，其他的应该问题不大。印度索我踩着呢，问题不大。吉尔瓦这把出的是太晚了，没有啥用了啊，就到尾盘稍微帮你提一点，提的不太多了。没有那么赚啊，也不能说没有啥用，就没有赚的那么多，赚的少了就是亏了。大弓，再攒一个2T，差不多就能买了。这就扛着吧啊！加油，城邦格拉达，我永远会记得你的。有件事可以。这里我们看抢到哪儿啊？2个社区，这个军事学我们也走不了啊，抢在军事学上吧。但这商路出来了，我们这会儿去追一下。我们继续主张。弩手，哟，你还想抢我？刚才那个，刚才剩一丝儿血的使徒不见了。这个也要跑啊，这也要跑，你别跑呀，你别跑呀，给2个加，我觉得就挺划算的了啊，可以了，你可别跑呀。
再砍一棵树，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再砍的话，这个城就太平了。整个宫殿是沿着一条中心轴建立的，这也是整个世界的轴心。以宫殿为代表，4个方向的所有东西都是从中心点悬吊下来的。其实关于紫禁城呢，不用小米过多的介绍啊，绝大多数的小伙伴肯定也都知道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去北京见过紫禁城的话，我也强烈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故宫去看一看啊。故宫还是一个非常值得花很长的时间去细细品味与观光的一个位置啊。那紫禁城的一些传说啊，就留给大家去发挥与想象了。好，老马离开了。去渠县吧，先把这个鲁尔山谷给他出了，阿尔汉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剩下的次数少的工人就往这个渠县走，次数多的在这边稍微帮助改良一下啊，包括伐木场以及奢侈都开一下。这儿还有一个消食，其实我应该给他买了。对他来说也是3环啊，对我来说也是3环，都是3环区域。这个城其实自身是没有垂区域的任何的要求的啊。这里之后，太极陵我没用这个城补，之后可以用来补这个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可以放在这2个格子的位置都行。然后这个城其实就没啥可造的了，我想一想啊，吃个6折造个娱乐区也行，因为后面有点区域缺宜居度啊。1、2、3、4、5、6，这个太远了，娱乐区放在这个城会更好啊。然后工业区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城已经造了，这个城能辐射到这2个，也没有必要啊。补个剧院广场，补个城墙可以啊。后面这个城墙是给旅游业绩的，补一个城墙吧。城墙后面给旅游业绩，怎么都不亏啊。这几个格子都有用啊，这个马倒是可以给它开了，能稍微再提一点锤子和住房。我们换一下卡，国家认同。职业军队我们要挂上了。后面这个自由主义没准也得用啊，这个时候就没有传承卡就很难受啊，宜居度有点吃紧，也行吧，先这样啊。然后要给这些单位升一下级。武僧就没有再晋升的空间了啊。这个长矛兵啊可以升一下，升一下枪四方阵。因为他在啊，我们直接走到这个广州去啊，不要被他抢了。再出一个审判官，我看看我的，1600啊，1635，下一替是基本上能拿，但是我再出一个审判官有点悬。哎呦，那先不买了啊，再忍一回合，先把这个大弓捏在手上是正事儿啊。有大弓就不可能丢器官。再看一下啊，主要是阿尔汉、西印、阿尔汉。这个单位一会儿去抢这个商路，以及这边的学院也可以抢，矿山也可以抢，都可以抢。它铁非常的多，所以出这个单位出的非常的勤啊。这边大军，海军单位倒是不吃大军啊。这座寺庙四周环绕着护城河，需借助唯一的桥梁进出。
门口有2只威风凛凛的巨型石虎镇守，似乎要把恐惧植入来访者的心中。吴哥窟是小吴哥城内的主要神庙建筑群，位于柬埔寨暹粒省暹粒市北部 5.5 公里。吴哥窟是吴哥古都中保存最完好的圣殿，以建筑宏伟、浮雕细致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庙。12世纪呢，吴哥王朝国王苏利耶拔摩2世希望在平地兴建一座规模宏伟的石窟庙山，并举全国之力，花了大约35年建成了这个吴哥的这个吴哥窟的雏形。那最终的吴哥窟呢是完成于14世纪。作为一座圣城呢，吴哥窟它其实属于这个当时的禁地，用于供奉他们的神明毗湿奴。毗湿奴是印度教3象神之一他是主管这个维护的这个神灵。印度教中呢，他被视为众生的保护神，性格温和，对信仰虔诚的信徒施予恩惠，常化身成各种形象，解救危难于世间印度人呢，大多信仰这个湿婆与毗湿奴甚至说佛教的佛陀呢也是毗湿奴的化身。在当时呢，他们也认为国王也是毗湿奴在人间的一个化身和代表。殖民主义合理原。好的，吴哥窟好了，这边继续赶紧补这个圣祖多教堂。先花一替把这个罗马剧场出来然后开始补圣主座教堂这里再给他开一个。然后剩下的人都往这边去北上修长城。使者，阿玉算了吧，拉帕努伊我们空一手可以，但是换一下卡。职业军队是不是可以下了？我看一下啊。这个还没升级，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这2个暂时先不升级了我们先把职业军队下了。职业军队下了统治这张卡也还不错因为加的很全面。我觉得比这个啥好比商人联盟好。商人联盟38这是4个12是48怎么都赚一些然后把1个顶俩呢外交联盟换上28加7，这是35没有38赚公共工程先挂着，后面我们就不这么缺槽了后面这几个机关解锁了以后就好很多。这里中世纪城墙，把城墙补了。你怎么还踩我奢侈？什么意思真讨厌。安善啥加成来着？文物遗物加科技值没啥大用。刚才已经挂了1个顶2个，我们把新盖提是可以控的，然后拉帕努伊直接就控下了，新盖提也可以控下我看看新盖提在哪个位置。新盖提这个城邦后面可能会掉可能会被打掉。
再给我刷一个工帮就好了哈，我想要一个奥克兰，我就想一想，梦想总是还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是不是？再看一眼我们的阿尔汉，啊，问题不大啊。然后这个回合应该是可以把奇观大弓打走。然后这一盘我之前打的话就这一个奇观大弓啊，之后就没有了。我不知道这一把我这现在再打会不会有一些随机数的变化啊？但我上一次就这一个。其实早刷奇观大弓的话，我早稳了，不至于每个时代都这么揪心啊。这到现在为止才刷第一个奇观大弓啊，其实有点运气差。好像是我抢了一个波斯的奇观啊，所以他跟我红脸了。这其实讲道理还是对文化胜利有一定影响。之后想办法得给他那啥回来，有点扛不住了啊，我们往上撤一撤了，这我看稳了啊，基本上跑不掉了，就不再强求了。这边还是要留一个远程单位防蛮子的啊，所以这个就不走了。这2个近战单位可以出去耍一耍。然后给他俩不够血啊，然后这2个就可以往外走了啊。这个城还没洗到啊。我们上去洗啊，在下面不太安全。这个讲道理应该先用审判官那啥一下会更好洗啊。现在硬洗有点费传教士，我们再来一个传教士，然后工人又有点不够啊，得再来个工人。这里补圣瓦西里，然后，哎呀，钱还是得花啊。把这个考古官走了，为了这个自然历史。早出这个考古博物馆之后，我们可以用信仰去秒这个考古学家，之后没有雄伟壮丽了就秒不了了。这个还有一次我看看哪个城还要砍啊。这个城砍完，老马会去哪儿？这个城砍完，老马可能会去。这2个都不急啊，这个城的树留给最后的威尼斯啊，然后这个城的树留给最后的体育场，都不是很急。那可能就没有啥需要老马的地儿了啊，都可以去北上修长城了。走吧，北上修长城去。这200块钱收了吧。上师还是藏起来啊，藏起来。这边我们烧一下这个宫殿啊，其他的倒不用了。这边还有3T 啊，老马就到了。这里还有1T，下一回合阿尔汉好，再下一回合是西郊。我总管它叫西郊啊，西印度交易所啊，西印度交易所。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文化胜利啊，该开边的还是要开边，比如说跟这个开边啊是买对方的开边啊，主要就是开对方的边，我们要把文化传出去嘛啊。你自己开不开都无所谓的，但是要开对方的边啊。然后其实就差这个了啊，居鲁士之后我们得给他处回来，否则这个开边就续不上。买了，我们把自己的卖出去啊，然后买别人的回来，这样赚的差价比较高。这叫贸易顺差吧，把经济学的一塌糊涂啊，不敢瞎说。
这个城之后可以用来补一些捡漏一些奇观啊，因为它还有一些树，可以考虑把最后的基督像放在这儿。这有一个丘陵，因为首都估计没有产能了。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激起友好快乐的感觉，因为一切都如此精致而美丽。阿尔汉布拉宫又名艾勒哈卜拉宫，阿尔汉布拉宫是这个西班牙著名的故宫，为中世纪摩尔人在西班牙建立的格拉纳达王国的王宫啊。这个阿尔汉布拉在阿拉伯语的意思当中就是红宝，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阿尔汉布拉宫整体是呈红色的啊。那宫殿呢是建于13、14世纪，它是摩尔人所建啊，是伊斯兰艺术在西班牙的一个瑰宝。在中世纪时呢，这个摩尔人统治者在西班牙建立的这座格拉纳达的王国，这里呢就是他们当时的宫殿。它建在海拔730米高的地形险要的山丘上，宫殿的围墙东西长200米，南北长这个也是200米啊，是一个方形的建筑啊，高墙达30米，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啊。那始建于13世纪的这个阿赫马尔王的统治时期啊。那1492年的摩尔人被逐出了西班牙，这个建筑便开始荒废了，直到1828年在斐迪南七世的资助下，才进行了一个长期的修缮与复建啊，才恢复原来的风貌。如果我参与造物，我会提出一些好，考古学家这样就解锁了啊。然后扫荡征兵，城墙吧，我们可以补一手墙。现在不补的话，钢铁出来以后我们就造不了城墙了。趁现在补一手城墙，三角贸易。这张卡其实也还不错啊，但我们现在槽不太够，先不挂了。然后桑克雷看还差几 T 啊？这个来得及啊，阿拉伯还差的比较多。这个去把胶东给我洗一下，好的。这两个往左边走了啊，去洗左边的酱。这里继续抢呗，有啥好说的？有啥好客气的？都是老熟人了，咱也不用客气。先抢个商路，开心一下。再抢个矿，开心一下。咱不能说烧杀掳掠啊，但是咱就竭尽所能啊，削弱敌方国力啊。库马西其实，但我们没有多余的商路连城邦啊，连城邦的话还是挺赚的。我们这盘可能没有多余的商路连城邦，不是内商就是连 AI 啊，不连城邦就没有啥用。这个广州传教士可能不太洗得动啊，我看一下。传教士不太洗得动，我们得拿审判官过来审一下才行。我们回去吧。这里丘陵先开了，这个城一会儿可以补个奇观啊，补这个可以，沿河就行，沿河就行。我放在这格也可以啊，反正不担心它会淹了。我看一下海平面啊，离这个点数还差很多啊，这要提高到1米才会淹啊，所以可以把这个放在这儿啊，让它没事就垂着。这城可能有点缺人口，先补个方尖碑啊。我有点缺住房，之后看看在哪里补个大4。这个到了哈，这个到了以后，我们主要是是要在这儿买一个，社区我还没解锁。哎呀，这不是来早了，完
完了，社区没解锁，15人口没戏啊，15人口没得戏。一是买社区啊，二是可以买一个工业区出来啊。因为我们现在有马丘比丘啊，所以我们临山的这个地方啊，它的山可以给我们的工业区提供1点的标准下连加床，好像是在这儿补一个工业区啊，白嫖一个3点的这样的一个相连加床啊，它辐射到这3个城都是没问题的啊。哎，能加一下锤子，那这个社区暂时还补不上。同理啊，这个工业区还可以在这边买啊，在这边这里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工业区能辐射到这边还辐射不到啊！这个工业区当时是为了奇观凑的，规划上并不是很好，可以给秀荣再买一个工业区，然后这里买个社区，这边再买一个社区啊，为了之后给生物圈留更多的可能性的位置。这赶紧溜啊！溜，有敌人，溜之。丧尸跟着往那边走。差不多就可以合了啊！这15人口的确不好凑啊。这儿补一个大4吧，加一个住房。15人口的确凑不到，太难了啊！15人口太难了。我们都往左边走啊，去洗我们的宗教。我的审判官呢，在这儿。这边再出一个审判官，把广州给洗了。然后工人，我想一想，工人优先还是从这儿出。我画卡了吗？我换卡了，公共工程。然后要出考古的啊，要再攒一波出考古。都跟着往下走。这个格子4环啊，画不过来。这儿还有一个种植园可开。之后沿海的这些高魅力的格子都可以做海滨度假区的。往这边走。1500块啊，鲁尔一般不会有人造的，大本钟也一般不会有人造。这些圣索菲亚之后会有人造啊，所以首都的压力一直很大啊。一会儿优先圣索菲亚，我们的基尔瓦就到最后啥时候出就比较佛系了。其实跟克里可以合了啊，再节点单位就可以合了。克里，你真是好人啊！西方国境外发现的所有领土，均隶属于卡斯蒂利亚国王、王后及其子孙后代。西印度交易所又名印度群岛贸易厅啊，正式名称呢是新印度皇家审问院啊。它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联合王国于1503年在塞维利亚设立的一个王室代理机构，它是主管西班牙帝国的海外贸易和殖民事务。贸易厅呢，因西班牙最早的美洲殖民地位于西印度群岛啊，当时也叫做印度群岛而得名。那贸易厅在西班牙海外事务上享有极大的权利，包括垄断殖民地的贸易、处理殖民地的税务、解决殖民地这个的法律纠纷啊，为殖民地当地的移民的发放许可证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权利啊，因此当时垄断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财富啊。那之后呢，在15
这个24年，西班牙成立了这个印度皇家议会，为管理其殖民地的最高行政机构。那之后呢，就部分取代了这个贸易厅的权利，直到呢1717年啊，从塞利维亚搬迁至了加的斯，最后在1790年被政府改组中废除了。那在游戏当中呢，这个建筑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这个贸易厅啊，因为贸易厅其实是一个流动的一个地点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建筑。那这里呢，其实是塞维利亚商会大厦，这里保存着关于这个西印度交易所的这个所有的档案和资料。好的，我们现在基本是在以1T 1奇关的速度在出啊。我们优先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但是要把这个圣地先修了，把圣地修了。还可以升级。我们把瑞纳也点出来吧，瑞纳能加的钱数比较多啊。瑞纳放在有港口的地方，放在胶东。能加的回合金比较多。克里好多小伙伴在弹幕里竟然在同情克里啊！西印度所给我们2点这个点数啊，这克里值得同情吗？不值得啊，不值得。哎呀，这个策展人其实太烂了，艺术、音乐、著作这3个加的流业绩都是最少的，这个我不打算点啊，还是2级瑞纳吧。这个吧，林业管理啊，然后再点一个税务员，把这个金币的东西发挥到最大啊。没点港口那个，其实他可以不去港口啊，我看还是去高人口城市会赚一点。瑞纳要不去太远好了，人口越多越赚啊。这边我们烧一下。哎，这回就稳了，稳稳的布达拉宫是我们的，就不管了。然后之后这个大宫就基本用来帮我们捡漏啊，有一些奇观要漏掉的地方，我们就捡一捡。这里继续北上修长城。对，克里好人啊，克里好人。大家没有学过历史吗？所有的奇观都是我们中国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跟我们抢奇观就是他的不对，怎么能同情敌方单位呢？对不对？这不能同情，这不能同情。当然，这个弩手可能就送了啊。当然，我觉得抢一个这个是准划算的，这样我们不用买了，省了一波信仰。哎，我可以跟他合了，对不对？合了我就没关系了，是不是？合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合啊，合啊，行，你割点赔点款，我们就当无事发生啊。我再给你买个开边啊，我们就可以友好的通商，通这个文化输出啊，文化输出，大使馆派一个。哇塞，这个开拓者直接挤到这儿来了，从他的国境里挤到了山的这一边。我这寻思这开拓哪儿来的啊？真够行的啊，可以，真是可以。老马还有1T， 社区还有4T 啊，这他还得在这待4T，稍微有点亏，稍微有点亏啊。
这怎么出来了个这玩意儿？我们还得去防一手。休息一下。雨林，这个城的树不算很多啊，不算很多。这儿开一下，这儿开个牛，这儿2下，这儿1下，够是够啊。但这开完了，这个城就基本上，因为这城没有啥丘陵啊，鲁尔的加成其实很低啊，就靠工业区来给这个城踢锤子了。这个城太平了，就这儿有一个丘陵。鲁尔能给他加的东西其实并不多。